美国方面继续加大力度操弄台海议题，妄图以台制华。上周，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其官网关于中美关系的内容，不仅删除了美国不支持台独，还增加了涉及美国对台军售的所谓6项保证等内容。对于美方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外交部警告称，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从美国国务院官网可以看到，更新于上周四的所谓美台关系简报中，对部分表述做了大幅调整和修改，尤其是删除了台湾为中国一部分以及不支持台独等措辞。对照此前旧版，美国国务院明确写明，基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的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确知中国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旧版也明确指出，美国不支持台独，而维持与台湾牢固的非官方关系是美国的主要目标，也符合美国推进亚洲和平稳定的期望。而新版简报虽然指出，美国在台协会虽然是在与台湾关系法下的非政府组织，负责落实美台之间的非官方关系，但也再次强调美台合作将继续扩大。除了删减，新版简报还增添了一部分内容，比如美国长期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其指导原则是与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所谓对台6项保证。外界注意到，所谓6项保证为首次出现。据美国媒体此前披露，所谓6项保证是1982年美国对台当局做出的军售相关承诺，其在里根政府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于特朗普任内被公开。2016年，美国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共同决议案，称6项保证与台湾关系法皆是美台关系的基石。一中原则这件事情，或者一中政策这几个字没有拿掉，其实它还是保持某种程度的战略模糊在这边。也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文字的部分，我认为是一个文字游戏；第二个部分，我个人认为会是属于实体的部分。从听其言观其行，虽然文字拿掉，而是我们必须要长远来看，因为它不是短期的政策。有分析指出，美官方表述上的变化，意味着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正如同切香肠，在不断向后倒退。但无论是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好，对台6项保证也罢，这些纯粹是美国国内一些势力炮制出来的，都与中美3个联合公报背道而驰。其实质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义务之上，是非法和无效的。历史不可篡改，事实不容否认，是非不能歪曲。美方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就台湾问题和一中原则做出了郑重承诺。现在，美方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这是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小动作。这种在台湾问题上搞政治操弄，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必将引火烧身。在去年11月和今年3月，中美元首2次举行视频会晤，美国总统拜登均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表明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强调，美方应该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把拜登总统有关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落到实处，停止借涉台问题搞政治操弄，搞以台制华。外界预计，美国未来还会进一步提高美台的实质性关系，例如官员互访或者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22号至28号举行，这是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首度恢复以线下方式进行。美国众议院上月27号通过法案，呼吁国务院提交计划，帮助台湾地区恢复在世卫大会的观察员地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上月访问美国时，美国国务院还曾直接施压，但截至目前，世卫组织未向台湾地区发出邀请函。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对台的这一些作为，台湾到底得到多少实质的所谓的澳元？
是口惠比较多，还是实质面比较多？也许对执政当局来讲，政治力会比较看重，因为接下来年底要选举。可是到底能对台湾有多少？其实我打蛮大的问号。就我个人来讲。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周一又跳出来刷存在感，表示获得出席会议邀请函非常困难，但仍在继续努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了这一根本原则。赵立坚强调，民进党执政以来，将政治图谋置于台湾地区人民福祉之上，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香港中评社的评论文章指出，今年将是台湾地区连续6年无法参加世卫大会，症结还是在于民进党当局破坏9·2共识政治基础。2009年至2016年，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地区连续8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然而，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5月执政以来，拒不承认9·2共识，导致台湾地区无法继续参与世卫大会。这些年，美方不断纠合相关国家或地区，叫嚣让台湾地区重返世卫，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今年也不会例外。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不能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否则只会自取其辱。周一，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如期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阅兵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发表讲话。普京在约10分钟的讲话中没有做出任何关于乌克兰战事的重大宣布，其缺乏细节的讲话和今年较为低调的红场阅兵让西方媒体议论纷纷。同日，苏联红军击退德国纳粹重要战场之一的乌克兰却没有举行任何大型纪念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乌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的一段视频。他称乌克兰正赢得胜利。当晚，来自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称，俄军正针对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展开突击行动。马里乌波尔、赫尔松等被俄军占据的一些乌克兰地区，周一也举行了庆祝活动。尤其是在马里乌波尔，志愿者们在顿巴斯解放者纪念碑附近拉起了一条长达300米的圣乔治丝带，激动地高喊“乌拉”。圣乔治丝带是俄罗斯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而创造的一种丝带。这种橙色与黑色条纹相间的丝带，在俄罗斯象征着胜利，是战场上战士英勇精神的标志。报道称，这是当地居民时隔8年后第一次庆祝胜利日。这次活动是在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和该党青年组织统一俄罗斯青年卫队的帮助下进行的。据俄新社报道，胜利日前一天，统一俄罗斯青年卫队向马里乌波尔的居民发放了约10万条圣乔治丝带，以庆祝这一纪念日。统一俄罗斯党的社交平台账号还写道，胜利日当天，马里乌波尔的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再次点燃了永恒之火。俄媒报道指出，乌克兰政府仍旧拒绝庆祝胜利日，基辅更是在当天禁止任何公共活动，甚至还加强了街头的巡逻。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布了一段走在基辅市中心大型商业街的视频，他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实施了纳粹主义的血腥重建，黑暗重返乌克兰。法新社称，乌克兰是受2战破坏最严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但今年标志着战胜纳粹的纪念活动已被取消。10多年前，乌克兰就开始与俄罗斯的胜利日传统保持距离。首先是在官方话语和历史书中放弃了莫斯科偏爱的伟大卫国战争标签，而是选择了2战的表述。自2015年以来，乌克兰的纪念活动更多是在胜利日前一天，也就是5月8号的纪念与和解日举行。而今年，即使在5月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官方庆祝活动也被取消，但基辅民众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
在位于光荣广场上的无名烈士纪念碑前，一些民众自发前来缅怀逝者，呼吁和平。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pea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nowadays. We have to be friends with our country that it's me, the Ukraine, and I'm not for the war. I think that we have to talk to each other more. You still have the hope. Yes, of course, all of us have hope. Yes. 另一方面，俄乌战事仍在激烈进行。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周一发布的消息，俄军继续打击乌军指挥所和军事装备集结区域等，在敖德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多地击毁多架乌军机。俄国防部还称，上周六以来，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直接命令，在美国和英国顾问的参与下，计划了一场夺取黑海蛇岛的重大挑衅。乌军多次从空中和海上试图登陆蛇岛，但被守岛的俄军挫败。蛇岛位于黑海乌克兰海岸以南35公里处，在克里米亚以西约300公里。该岛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覆盖了通往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等乌克兰港口城市的重要航道。卫国战争胜利日当天，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烈耶夫在华沙举行纪念活动时，一群举着乌克兰国旗的示威者向其泼洒红色液体。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称，新纳粹主义的拥护者再次显现了真面目。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向波兰方面提出了强烈抗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签署了一项对乌克兰的民主防御租借法案。对此，俄外长拉夫罗夫警告，乌克兰至少背上了30年的债务包袱。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新纳粹主义的拥护者再次显现了真面目，而且这一次是鲜血淋漓的。这件事充分证明了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正走在复活的道路上。然而，俄罗斯不会被吓倒。俄外交部已向波兰当局表示强烈抗议，称波兰正在纵容新纳粹分子，并要求华沙立刻重新组织敬献花圈仪式，并确保现场的安全。波兰外交部长拉乌对媒体表示，这次针对俄罗斯大使的袭击事件是一次本不该发生的意外，这次事故对双方而言都是令人遗憾的。波兰外交部发言人亚希娜回应称，我们已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正对此保持关注。但对于俄方要求重新举办仪式，波兰副外长普日达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波兰不打算向俄罗斯大使馆提供支持，也不会提供这种支持，并推脱称这件事上华沙市长有最终发言权。而华沙市长特扎斯科夫斯基的态度则是应该完全禁止该项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在援助乌克兰方面非常积极。除了自身向乌克兰运输武器装备，波兰还一直在呼吁西方加大军援力度。3月15号，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还不顾欧盟提出的风险警告，与捷克总理菲亚拉和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乘火车组团到访基辅。据悉，此次访问也是由波兰提出的。此外，向乌克兰提供所谓维和部队的提议也是波兰提出的，但均被北约和美国否决。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不仅历史上颇有渊源，而且在地理上，包括在俄乌冲突中，这个北约要利用波兰作为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一个桥头堡。这些因素呢，都决定了波乌之间的关系呢，现在是朝着一个非常密切的方向发展。美国及西欧国家将每年的5月8号定为2战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以纪念1945年5月8号纳粹德国在柏林正式签订投降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年5月8号胜利日纪念活动在柏林各地的苏联士兵纪念碑和纪念馆举行。当天，乌克兰驻德大使梅尔尼克在柏林蒂尔加滕公园参加为苏联士兵纪念碑敬献花篮的活动时，也遭遇了示威活动。一段视频显示，示威者聚集在距离纪念碑不远的道路旁，举着在欧洲象征和平的彩虹旗，高喊“梅尔尼克滚出去，纳粹滚出去”。活动现场，梅尔尼克竟称是乌克兰把柏林从法西斯手里解放出来的。这位乌克兰驻德大使最近频繁陷入争议。此前，梅尔尼克被曝因德国总理舒尔茨不愿访问乌克兰而批舒尔茨是被冒犯的干泥香肠，没有政治家风范。德议员随后指责梅尔尼克是纳粹同情者，并敦促立即将他驱逐。除了梅尔尼克被骂纳粹之外，周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国防部在其社交媒体发布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的推文照片中，竟出现了纳粹标志。
照片中，一名站在大炮边上的乌克兰士兵胸前佩戴的徽记，是曾被纳粹德国的骷髅部队使用过的一个专有的骷髅头标志。这张引发争议的照片没多久就被删除了。另外，不少公开资料显示，这种骷髅头徽记曾多次出现在宣传乌军的相关影片和图片中。不过，相关事件并未影响美西方对乌克兰加大援助。周一，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对乌克兰的民主防御租借法案。该法案将大大简化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其他必要资源的程序，将加快向乌克兰转让武器、军事装备、药品、食品等。乌克兰将在日后向美国支付租借费用。因为之前美国每次对乌克兰输送武器都要经过复杂的程序，那么现在在美国看来，这不足以满足现在俄乌战局中乌克兰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他现在赶快的这个通过了租借法案为的就是能够对乌克兰提供更大的支持，那么争取让乌克兰能够打败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历史上第2次启用租借法令。1941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向英、法、苏、中等反法西斯盟友施行的租借法令，给这些国家输送了实值超过500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他这个重新推出这个租借法案，也有污名化俄罗斯这样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租借法案是2战中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法案那么当时是用来对付这个纳粹德国的。那么现在俄罗斯美国重新来推出这个租借法案，显然有让世界包括这个他的盟友来有一些联想的考虑。那么他是试图在团结所谓这个西方世界、西方的盟友来一起针对俄罗斯。不仅如此，美国更是期待通过这一法案再大赚一笔。1941年租借法案生效后，美国不仅赚了军火钱，更是凭借超强军事力量树立了自己的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辛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华盛顿的动机非常明确，军事援助租借法案将使美国国防企业的利润增加数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对此提醒称，苏联2战期间通过租借法令产生的债务，俄罗斯直到2006年才清偿完毕。乌克兰今后至少30年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普京在红场阅兵时发表讲话，指责西方，但很少提及乌克兰。那么您认为俄乌军事冲突是不是到了拐点呢？普京的红场阅兵讲话猛烈抨击美国和北约国家在俄边境咄咄逼人，试图入侵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并且指责西方给乌克兰运送武器是另有图谋，有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这实际上表达了俄罗斯只把军事行动局限在乌克兰境内的愿望，不希望进一步的扩大。同样从美国和法国的最新表态看，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也提出避免冲突升级，维护欧洲和平。可以看得出美欧和俄罗斯虽然是唇枪舌剑，但是把战事局限在乌克兰境内，不要扩大成这个俄欧战争或者是世界大战，却是一个共同的心愿。换句话说美欧通过向乌克兰加大武器输送，是要借乌克兰的手去削弱俄罗斯。不过这个乌军还有多少有生力量能否抵抗得了俄军，现在都是谜。美西方借乌军之手削弱俄罗斯，同样也在削弱乌克兰，在毁坏乌克兰。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俄乌军事冲突还将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拐点？普京说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必要和及时举措，是唯一正确的决定。这就意味着俄军不会停战，直到俄罗斯认为实现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解放了顿巴斯。而乌克兰在美西方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下，也是骑虎难下，宁愿国家被打烂，也要坚持打下去。泽连斯基说俄军只有退到开战前状态，两国才可以谈判，这就是打到底的意思。因此俄乌军事冲突可能会持续下去，也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我个人觉得这场军事冲突的进程和结果，俄罗斯具有更大的发言权。俄罗斯什么时候觉得胜利了，不想打了，这战争的拐点也就来了。美国在继续为俄乌战争火上浇油，高官访乌，加码军援。那么您认为俄罗斯将怎样回击美国？美俄关系还会继续恶化吗？美国不断翻新支持乌克兰的花样，既有继续鼓励乌军作战的意思，也有打压俄罗斯、危及北约这个国家的团结的意思。那么还有发军火财的意思。高官访问乌克兰，包括美国第一夫人访乌，总统签署法令简化
这个援助乌克兰手续，不断增加队伍军事援助的数额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呀，美国呢要增加对乌军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对乌军援中的相当一部分钱呢，就转到了这个美国军火商的口袋里了。制造标枪的反坦克导弹的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就是这次战争的获益者。标枪导弹的产量呢，据说已经翻了一番。要加快军援计划获得国会批准，那么总统呢就签署法案来加速度。所有这些动作呢，都是旨在打压俄罗斯。美欧呢对俄经济制裁也在加码，试图呢让俄罗斯的经济瘫痪，进一步的败坏了这个美俄的关系。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除了在战场上惠及美国以外，凭借其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难以替代性，从欧洲国家手里面赚钱，加上呢要求用卢布支付能源款，那么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呢也没有遭到太大的打击。可以说呢，俄罗斯在这个武装战、经济战、外交战、舆论战4个战场上都在与美国僵持。而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呢企图让俄罗斯呀内部发生混乱，但是结果呢是事与愿违。西方的制裁和打压倒是呢让俄罗斯的内部更加团结。我们呢还应当看到，美俄在这个激烈的较量，但外交关系呢仍然在，没有断交。要是美俄断交呢，这个美俄关系呢就触底了，新冷战呢也就开幕了。美俄断交这个话题啊，在开战前和战争中经常提及，但双方呢都保持了一丝理性，说明俄美关系呢还有转换的余地，只是现在呢还看不到改善的任何迹象。我估计啊，在俄军完全攻克亚速钢铁厂，今年冬天来临啊，让欧洲国家对俄能源进口出现较大的分歧。还有呢，就是11月啊，美国中期选举等几个时间点上，可以观察呢美俄关系这个变化的迹象。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二上午，尹锡悦正式宣誓就任第20届韩国总统，任期5年。对于朝核问题，尹锡悦强调敞开对话大门，并提出，如果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韩国将提供大胆的经济计划，大幅改善朝鲜经济。韩国新政府预计将于周3召开首场全军高级干部会议，届时可能评估朝鲜半岛局势。由于与刚卸任的文在寅在政治理念上有明显差异，尹锡悦的就任被外界形容为韩国国家战略的重启。首尔时间上午11时，第20届韩国总统就职典礼在韩国国会议事堂举行，尹锡悦正式宣誓就职。周一刚刚卸任的前总统文在寅及夫人、前总统朴槿惠、国会和政府相关人士、社会各界代表、各国外交使节、普通民众等约4.1万人应邀出席就职典礼。尹锡悦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将为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敞开对话大门。尹锡悦表示，如果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并转向实际无核化，韩国将与国际社会合作，大幅改善朝鲜经济及其居民的生活质量。尹锡悦称，他准备为朝鲜提供一个大胆的经济计划。就职典礼结束后，尹锡悦前往位于首尔龙山的国防部大楼内的总统办公室，开启第1天的总统工作。而实际上，尹锡悦已于当天午夜0时，在总统府地下掩体的国家危机管理中心状况室接受3军统帅权，正式开始履行总统职务。有的总统是在办公室，有的是在家里，有的是0点，有的是上午。那么应该说，尹锡悦这一次呢，对军事权力交接是第一时间0时。那么这个地点呢是在这种军事基地，所以说这种象征意义是非常强，也表明他对这个权力交接是非常的重视。由于与刚卸任的文在寅在政治理念上有明显差异，尹锡悦的就任被外界形容为韩国国家战略的重启。第一项改变就是青瓦台的开放。尹锡悦自称想成为与国民沟通的总统，坚持绝对不会进入青瓦台，并将韩国总统府迁入国防部大楼。青瓦台是韩国现代史上最高权力所在地的象征。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以来，青瓦台74年来一直是最高领导人的办公地。尹锡悦正式上任后，青瓦台在周二上午11时37分全面向民众开放，首批74位预约成功的市民步入青瓦台参观。很多韩国老百姓，特别是这个支持他的人跟反对他的人，
两边的这个一种这个极端的现象，40%左右的这种这个反对支持这种情况，就是出现了，所以呢，一边是期待大，一边是担心大，但是大家希望他新的总统给我们韩国带来新的一个希望。他特别强调嘛，有发展、有成长，才有这个自由。他今天就职这个演说当中，他强调说自由这个价值。他是就任这个演说当中，他用了35次的自由这个两个字，所以他强调这个自由两个字呢，含义是非常之大，对他的这个期待非常高。因为文在寅政府是强调的是公平，他现在是自由，这两个字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韩国的政权交接受到各方关注。应韩国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首尔出席新任总统尹锡悦就职仪式，并同其举行会见。王岐山首先向尹锡悦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王岐山表示，中韩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世界变局和世纪疫情背景下，加强中韩合作对双方、地区乃至全球的重要性都更加凸显。王岐山就中韩双边关系下步发展提出5点建议，包括加强战略沟通和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设计实施更多有利于增进国民友好的活动。王岐山还强调，中韩就国际地区事务加强沟通协调，共同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系，促进地区与全球发展繁荣，同时加强半岛事务协调，妥处敏感问题。中方真诚支持半岛南北双方改善关系，推进和解合作，愿同韩方加强沟通，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持久和平。尹锡悦请王岐山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表示建交30年来，韩中关系发展突飞猛进，疫情之下双边贸易创历史新高。韩方政府愿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不断密切两国高层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进一步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和务实合作，增进民间友好，推动韩中关系开启新的时代。韩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实现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当地时间周一，王岐山还在首尔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王岐山表示，过去5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文在寅总统的亲切关心和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取得不少重要发展。文在寅表示，此场会见是其总统任内最后一场重要外事活动，请王岐山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衷心感谢和诚挚问候。那么今天这一次呢，应该说我们派出的我们的这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那考虑到王岐山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应该说是体现了我们对于韩国总统这个就职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当然也是过去30年中韩关系这样一个逐渐稳定发展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是我们重要的邻国，也是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在目前的这样一个30年的这样一个建交基础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中韩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让和韩国新的政府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合作。在周2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方再次对尹锡悦总统正式就任表示祝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调，中韩是永远的邻居，互为重要合作伙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有观察指出，进入尹锡悦时代的韩国，在外交政策上仍存在着较大不确定性。自尹锡悦胜选至今，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韩国的拉拢力度，企图改变韩国不在中美间选边站的立场。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周2在总统府会见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丈夫道格拉斯·艾姆霍夫带领的使节团，时长约30分钟。据悉，埃姆霍夫虽然不是美国官员，却有不浅的外交履历。埃姆霍夫曾在2021年8月访问日本，并与日本时任首相菅义伟见面。在会见中，埃姆霍夫向尹锡悦转交了拜登的亲笔信，并表示信函内容包括拜登对尹锡悦就任的祝贺，以及对未来5年与尹锡悦保持密切合作的决心。本月21号，拜登的任内首次亚洲行将首先到访韩国，并与尹锡悦举行元首会谈。韩联社评论称，拜登将韩国作为此行首站，说明美方为韩美关系赋予了重要意义。有分析称，美方在会见顺序上给了韩方面子，其实也是想借此索取韩方在外交政策调整上的回报。拜登访韩后，美韩同盟关系或有进一步提升。
韩国的新政府可能会在它的安全战略方面有所调整。但是我想呢，就是说从过去韩国的这样一个安全战略的重心来看，它主要还是在这个朝鲜半岛地区。那我想韩国的老百姓并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去承担更多的这样一个军费开支和韩国这种利益相关性不大的一些安全事务，它的介入应该说会比较有限的。所以个人觉得，就是说韩国的这个安全战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调整。而在美国的怂恿下，借着韩国政权更迭的契机，长期陷入僵局的韩日关系或迎来破局契机。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此次参加了尹锡悦的就职典礼，这是日本外务大臣时隔4年再次访韩。林芳正表达了希望借此机会改善日韩关系的意愿。可以预见的是，尹锡悦上台后，东亚地区局势将出现调整。他以后外交走的方向，他应该重视韩美关系。然后呢，要改善韩美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韩国跟中国的关系呢，或者韩国跟美关系呢，哪个都不能不重要的，都是要重视的。这一点呢，他也不会改变的。比如说朝鲜问题上面的合作，经济问题上，或是这个各种这个安全问题上，都需要这个韩国跟中国的合作。因为这一点是他也明白。周二凌晨，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菲律宾联邦党候选人、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之子小马克思赢得了该国2022年总统选举，而他的竞选搭档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达沃市市长莎拉·杜特尔特也以超过半数的得票率战胜对手，赢得副总统竞选。该选举结果有待菲律宾选举委员会最终确认。一位是出身菲律宾政治世家的前总统之子，一位是现任总统之女。这一对从政经验丰富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将把未来菲律宾发展引向何方？来看报道。菲律宾周一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和议员等逐一产生。其中，总统选举实行简单多数制，得票最高者即获胜。截至周二凌晨4点，对96%选票的统计结果显示，小马科斯获得超过3000万张选票，得票率超过50%，领先主要竞争对手现任副总统莱尼·罗布雷多，赢得总统选举。I want to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小马科斯现年64岁，出身菲律宾政治世家。他的父亲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于1965年至1986年统治该国长达20年。其母亲伊梅尔达曾担任非国会众议员。1986年，老马科斯政权被推翻，小马科斯跟随家人流亡美国夏威夷。1991年回到菲律宾后，小马科斯在位于吕宋岛的家乡北伊罗戈省先后出任众议员、省长及参议员。2016年，他参与竞选副总统，最终以微弱差距败给对手现任菲律宾副总统罗布雷多。该国顶尖智库菲律宾综合发展研究院研究项目主任蔡德全与小马科斯曾有过几面之缘，他与深圳卫视分享了自己的个人印象。I met him on several social events. He is quiet, and in the room, if you don't know who he is, you probably not notice him. But he is approachable, and when you talk to him, he's kind, humble, soft-spoken, and if you discuss topics of interest, you will find that he is quite intelligent across various topics. He is people know him as more lighthearted and easygoing, like a good friend to have. 小马科斯虽然在此次大选中是热门人选，但却屡屡缺席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很少就其政策细节展开阐述，并对媒体提出的有关其家族腐败的质疑闪烁其词。有分析认为，保持模糊就是小马科斯的竞选策略，说得更少，错得更少。在选举结果得到最终确认后，小马科斯将于6月30号正式就任菲律宾总统。分析认为，在非民众期待加快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小马科斯执政后将面临3重挑战：一是在选举中出现的分化和对立延续之际，弥合分歧，团结民心；二是应对疫情，提振经济；三是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菲律宾如何在复杂局势中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销政策，把国家安全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是对小马克思政府的考验。我个人认为呢，小马克思上台之后的对外政策也将会比较平衡，注重呢和中国、美国、日本、东盟等发展全方位的这种比较平衡的经贸关系，避免呢在大国之间选边站，为菲律宾呢争取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对华关系方面，小马克思在菲国内被普遍认为对华态度友好。早在1974年，小马克思就曾随父亲访问中国。参政后，他还多次以省议员、省长等身份访华。观察指出，杜特尔特任职的6年内，中菲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和非国内基建计划的对接，让菲律宾人民获益良多。当选总统后，小马克思有望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马尼拉时报称，避免在南海的军事纠葛，并保持非对抗性的状态，是小马克思对华政策的基石。今年1月，小马克思接受采访时曾指出，杜特尔特和中国的接触方式是菲律宾的唯一选择。中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对华关系影响着菲律宾的经济发展。虽然菲中两国有分歧，但双方不得不寻求共识，菲中民心一定要相通，两国合作领域越多越好。可以说呢，小马克思呢对中国既有感情，更有与中国交往的经验，所以呢，我认为他上台之后，应当会进一步的推进中菲关系。而在此次选举中，小马克思的竞选搭档，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达沃市市长莎拉·杜特尔特，也以超过半数的得票率战胜对手，赢得副总统竞选。在菲律宾，由于总统和副总统实行分开选举，经常导致正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在办公室共同工作，却经常在政策上发生激烈冲突。外界注意到，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与总统杜特尔特在政见上就存在不少分歧。观察认为，相比之下，小马克思与莎拉的这对组合，未来将会给菲律宾的政治稳定带来更多积极影响。Bongbong Marcos and Sara both respect each other professionally. They are both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y are personal friends, and this bodes well for a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campaign rallies, their slogan, Uni-Team, which is a mix of unity and team, was really felt by the people as they always share the stage. The key to watch here will be how Bongbong Marcos and Sara harmonize their different power bases and support groups to work fo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菲律宾总统只能担任1届，也就是6年，而莎拉呢，2028年肯定会竞选总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小马克思和莎拉会从共同利益的高度来看待两个人的合作，肯定会呢更加的和谐。那么从外部来说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小马克思以及杜特尔特家族联手执政肯定是不满意的，肯定会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压力。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和。程先生您好。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正式就职，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就职典礼。尹锡悦今天也会见了王岐山。那么您对于中韩关系未来5年如何走，怎样预判呢？我对中韩未来5年关系的发展是抱有很高的期望。我们知道，过去5年呢，中韩经历了萨德风波然后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两国之间关系步入了健康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轨道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王岐山这个副主席访问了韩国，表达了中国对中韩关系未来发展的一种很高的一种期待。只要中国和韩国这个能够发扬过去5年当中好的方面、积极的方面，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有进一步上一个新台阶的可能中国和韩国可以共克时艰，在应对疫情方面可以进一步的合作。两国之间呢，经贸往来也非常的紧密。去年呢，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经达到3600亿之多，韩国已经成为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中国是韩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在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合作，可以把两国之间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从1.0升级到2.0。另外，中国和韩国还可以在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进一步的合作。所以两国之间呢，只要我们说
继往开来，抓住好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可以把双方的合作推到一个新的台阶。但同时呢，我们两国之间还要高度的重视可能存在的分歧。只要双方不采取这个单边的这么一个行动，而这个单边的行动有损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两国就可以联手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影响两国关系的各种挑战。今天菲律宾大选落幕，小马克思搭档现任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莎拉胜选，舆论普遍认为小马克思对华立场友好。那么您对于中菲关系前景如何前瞻呢？这个菲律宾大选呢尘埃落定，小马克思是即将上台执政。我认为在他的任内，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将会保持良好的相对稳定的这么一种状况。因为我们知道小马克思他的家族有着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这么一个传统。他的母亲伊梅尔达在1974年就访问了中国，他的父母在1975年访问中国，实现了中国和菲律宾关系的正常化。所以在他的任内呢，我认为他还会继续延续家族对华传统的这么一个这个友好的这个趋势。而且的话呢，在他看来这个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呢，采取的对华务实的、相对平衡的、友好的这么一个政策了，是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他会继续延续这种平衡的、务实的这么一种对华友好外交。对小马克思胜选，有美媒泛酸称中国是外部赢家。那么周边近邻领导人更替，对于中国周边外交布局意味着什么？美国又将如何动作呢？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韩国也好，无论是菲律宾也好，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同盟国而且美国与这两个同盟国的同盟关系已经持续了差不多70年。所以美国在强化自己的印太战略的同时，一定会强化它与传统盟国之间的关系。而其中这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等这都是美国这个极力争取强化关系的一个对象但是呢，这两个国家无论韩国也好，无论菲律宾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从过去的5年来看他们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他们都愿意与中国与美国能够保持一种平衡的、较为友好的这种关系。所以在这个新的领导人上台之后，这两个国家仍然会延续过去的这种传统在经济上呢进一步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这个友好往来。在安全上的话呢，还会继续保持与美国的这种传统的紧密的这种联系。中国的确在应对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个方面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经济稳固住，我们中国才有可能为周边国家提供像样的公共产品，周边国家才愿意与我们国家开展友好往来。所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头等重要的这个大事，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础。另外的话呢，我们在周边外交当中呢，仍然要延续这个亲诚惠容的这么一个周边外交传统给周边国家能够带来公共产品，能够给周边国家带来安定，能够给周边国家带来富裕，能够实现这个睦邻、富邻、安邻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目标。所以这是我们未来要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所要遵循的、所要实现的这么一个目标。另一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还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友好的行为，我们应该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措施无论是域内也好，无论是域外也好我们愿意与他们发展关系但是的话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底线，在危及我们国家的主权、危及我们国家的发展这个危及这个我们国家的政体的话，那么我们国家一定会采取针锋相对的这个坚定的这个应对措施。好的，谢谢程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